熊孩子只是误触了一下手机屏幕，谁曾想却意外启动了车辆的安全系统。外面的女人看见这一幕，急忙朝着车的方向就奔了过去，然后将木棍插进了即将关闭的车窗上，接着就想用力将玻璃按下，但奈何玻璃太过锋利，瞬间就把木棍一分为二。随即女人便试图打开车门，然而车辆的金库功能已经启动，无论她如何用力都徒劳无功。之后女人又疾步来到车的另一边，然后大声呼喊宝宝的名字，本想引导儿子用手机把车辆恢复原状，可谁曾想4岁的他根本理解不了母亲的意思。看着他在手机上一阵乱点，女人顿时气急败坏，开始用撕透耳膜的声音大叫起来。可就是她的不冷静，让车里面的孩子受到了惊吓，这也导致手机从宝宝的手里脱落。这个意外让女人在车外着急地转起了圈圈，没有办法的她就只能在这荒郊野外开始大声求救。然而即使叫破喉咙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束手无策的她捡起一块石头，接着就对车窗玻璃实施了暴力。可车辆采用了当时的最新科技，无论她如何用力都没有对其造成一丁点的伤害。等冷静下来之后，女人就想用自己的声音唤醒车里的人工智能，可尝试了好久都没有任何帮助。看着忙碌的母亲，车里的孩子顿时急得哇哇大哭，而女人也顾不得其他了，开始安慰儿子自己一定会救他出来。之后便独自一人向着野外深处寻求帮助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不多时，终于让女人找到了一处发电厂。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她就发现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都因节假日而放假了。时间紧急，女人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于是在房间里找到几件趁手的工具，然后就原路返回了。而半路上野兽的叫声让她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，于是情不自禁的就加快了脚步。果然等她返回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只豺狼正在对着车辆发起了进攻，好在手中有工具可以防身，不一会儿就将其吓跑了。之后女人就拿着扳手对着挡风玻璃开始一下又一下的敲击着，但伤害却微乎其微。陷入绝望的她也只能在窗外先将儿子哄睡，然后就抽着最后一支烟思考如何是好。可一阵困意袭来，她就这样躺在车顶上面睡了过去。等第二天，女人就被太阳的灼热感烧醒了，而此时车辆里的温度已然来到了93华氏度。发现这一幕的女人顿时慌乱了起来，她知道再过一会儿恐怕宝宝就会被活活晒死，于是急忙脱掉自己的外套盖在了车顶上，想以此减轻车内的温度。看着儿子在车里痛苦的哇哇大哭，女人知道坐以待毙是最没用的办法，于是她又一次踏上了寻找一线生机的道路。如果这次再无功而返，那后果也可想而知。女人在荒漠里发现了一架完整的飞机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掩盖不住了。本以为自己终于得救，可当她靠近时，却发现这是一架报废了被人遗弃的飞机。但倔强的女人却不肯放弃，只能钻进机舱寻找一线生机。然而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越大。逛了一圈，却看见凡是有点用的东西都被拆除了。绝望之时，她看着手里的打火机，想到了一个或许可以引起注意的办法。接着费力找到一个轮胎之后，就将其推了下去，然后一把火点燃，冒出的黑烟顿时遮盖了半边天。她希望有心人能够看到这里，而此时的女人必须尽快离开，只因她4岁的儿子还被困在车内，如果不及时回去，恐怕炙热的太阳就会把孩子烤成人干。果不其然，等女人返回的时候，只见车里的宝宝已经由于脱水昏迷了。看着这一幕，身为母亲也只能用声音试图唤醒他，眼看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女人就把好不容易找到的淡水浇在了车底，以此来减轻车内的高温。接着她又薅了一把旁边的枯枝，然后放在了车头前方，随即再用打火机将其点燃。看着冒出来的白烟，她就开始挥舞着双手，把浓烟全部扇进了车的通风管道。女人的本意是想利用烟雾强行开启车门，谁曾想在她的一番操作之下，反而把车辆上唯一一个排风风扇弄得出现了故障。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，她赶忙将为数不多的水全部用来浇灭车头的火苗，而女人的失误也导致了车内的温度迅速上升。束手无策的她抄起扳手一顿乱砸，可奈何质量太好，根本不足以对车辆造成一丁点的伤害。等冷静下来之后，女人发现了一个令她绝望的事情，数个小时过去了，车内的儿子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让她误以为宝宝已经死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孩子的手下意识地动了一下，濒临绝望的女人眼里瞬间就有了一丝光芒。然而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一只野狗突然向着她袭来，本想爬到车底，可刚一接触炙热的感觉就让她放弃了，于是只能翻身躲进车底。但面对秀色可餐的人类，野狗怎么会轻易放弃？张嘴就咬住了女人的一只脚。好在她的奋力挣扎下，终于摆脱了野狗的纠缠，可她剧烈的动作也导致了车辆开始下滑，于是女人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想要阻止悲剧的发生，但她薄弱的身体怎么可能支撑住重达好几吨的轿车？眼看再过一会儿就要坠落悬崖，危急关头，轮胎压到了一块石头，这才没有导致悲剧的发生。但女人并没有因此松了一口气，只因再不打开车门，车内的儿子就真的要死了。这时女人看着面前的悬崖，脑海里突然窜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女人用尽吃奶的力气把新车推下悬崖，此时车里还坐着她的4岁儿子，可她没有丝毫犹豫就松开了手，任由车子在悬崖上自由落体，而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挪动一步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儿子跟着新车快速下坠。随着车子从悬崖掉落，她自带的保护系统检测到了危险，立即响起了警报，紧接着自我防御功能也正式启动了。而看着汽车重重地落在了地上，女人也不顾自身的安危，快速爬下了悬崖。等来到事故发生的位置，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完好无损的车子，顿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随即她就不甘心地拍打着车窗玻璃。就在女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车门上面的圆灯引起了她的注意，足足愣了好几秒钟，女人才反应过来，然后她就抱着一丝侥幸心理，将左手放在了车门上，接着用力一拉，当车门开启的一刹那，女人喜极而泣，之后就迫不及待把困在车内的儿子抱了出来。她用尽了所有办法都没有将紧闭的车门打开，无奈之下才将车子推下了悬崖。庆幸的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经过太阳数个小时的炙烤，
孩子早已经昏迷过去了。女人知道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孩子送去医院，于是她又来到车内。虽然对这辆汽车已经有了阴影，但为了儿子的生命安全，她决定冒一次险。然而从悬崖上坠落的车子竟然还能启动，女人大喜过望，连忙挂上档位，将油门踩到了底。看着还能急速行驶的汽车，女人还没来得及兴奋，就又有一道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。由于此时处于悬崖之下，想要连车带人爬上去简直难如登天，但女人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然后就启动了车辆的极速模式，底盘也开始不断升高。她深呼一口气，再次一脚油门冲向了悬崖上方。随着地面越来越倾斜，汽车也跟着偏移到了45度。Clear. Collision detected. Collision. Map updated. Recalculating route. Please go on for 200 feet. Please go on. 直到穿过2块大石头之间的缝隙，女人也知道母子2人终于脱离了危险。之后等待他们就是一路畅通无阻的道路。